韩国最近在对周边邻居的挑衅上可谓是不遗余力，一圈下来啊，基本是把中国、朝鲜、俄罗斯等军事实力强大的邻国都给得罪了一个遍，以至于韩国网友自己看了都觉得不忍直视，发出了尹锡悦要是这么搞下去，那韩国就完蛋了的感慨。首先是和朝鲜。朝鲜和韩国是多年来的老冤家，虽然两国彼此同根同源，但却有着深仇大恨，一直未能解开。眼看朝鲜近些年来军事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进攻手段上已经远超韩国，坐不住的韩国政府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年初先是叫嚣着给舆论造势吹风，要讨论让美国给韩国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希望以此震慑住朝鲜。后续又和美国搞了多场大型联合军演，伴飞美国的 B-1B 战略轰炸机贴着朝鲜飞，把半岛局势一下子升温到了火药味十足的水平，还演练了一系列特种作战，扬言要对朝鲜搞斩首攻击。面对韩国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势，那朝鲜方面肯定是要予以强烈回应。不但在1个月内连续试射了30多枚中短程战术弹道导弹，甚至还连续发射了火星炮17、火星炮18这种打击范围可以覆盖美国全境的洲际弹道导弹，警告意味非常明显。朝鲜不但有收拾韩国的能力，更有收拾给韩国背后撑腰的美国的能力。挑衅朝鲜这边没有得到啥好处的韩国又不甘心，把目标对准了俄罗斯。自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韩国就一直跟在美国后面对乌克兰搞援助。不过以前考虑到俄罗斯的反应和态度，韩国在对乌援助上还算是小心谨慎，只给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军事武器一概不给。时间转移到今年，眼看乌克兰在战场上局势不妙，乌军那边连吃败仗，被俄罗斯打得损失惨重，尤其是重装备筹措困难，连发动反攻都成了问题。加之背后还有美国受益，本身军工能力就挺强，能自行生产先进主战坦克和自行火炮的韩国坐不住了，开始松开了对乌克兰军援的口子。韩国总统甚至公开表示，如果乌克兰发生一些不可收拾的情况，那么韩国将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可以说把军事援助的门槛开出来，交到了乌克兰手里，接下来只要达成门槛就行。只不过韩国显然低估了俄罗斯的反制手段之强硬。俄罗斯前总统、现任俄联邦安全会议主席梅德韦杰夫直接就向韩国公开喊话，表示他很期待看到韩国如果发现朝鲜手里多出来了俄罗斯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后是什么表情。一旦韩国决定进行军事援助乌克兰，那么作为对等反制手段，俄罗斯也做好了以最新式武器装备援助朝鲜的准备。梅德韦杰夫此话一出，对韩国可谓是杀伤力爆表。不同于韩国那些西方零件拼凑出来的装备，俄罗斯制造的武器装备在种类上远比韩国武器要齐全得多，并且梅德韦杰夫还会强调是最新式的俄制武器，这就让人非常的浮想联翩啊！不知道是图 22M3 轰炸机呢，还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呢？又或是干脆给你上苏35或者是 T90MS， 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移交朝鲜之后会产生1+1大于2作用的装备。而且就以朝鲜军工的实力，这些先进装备一旦到手，大概率会被朝鲜实现国产化。到时候韩国要面对的可就不是1、2件新式俄制武器的问题，而是朝鲜仿制的俄武器大军。可以说，俄罗斯的警告已经是强硬度拉满了。于是乎，我们能看到韩国迅速服软这个速度堪称光速，甚至比2战10号法国投降还快。在梅德韦杰夫发表对韩警告的第2天，韩国方面立刻表示没有什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计划也没有提上日程。尹锡悦的言论是个人言论不用过度解读，字面理解就好四舍五入理解约等于韩国政府发生跟韩国总统撇清关系这其中的巧妙，大伙得自个儿体味了。再者就是对华挑衅，这也是韩国最近这段时间反复横跳的一个问题。早先是韩国空军派出军用运输机和战斗机以中转补给的当口落地台湾，然后又是韩国总统尹锡悦公开放话称反对改变台湾现状台湾目前需要保持现状简而言之，反对两岸统一，还将台湾问题公然上升到国际问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大言不惭。中国外交部立刻就此事表达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然后这事儿还不算完，韩国方面居然还认为中国的回应过分了，召见了中国驻韩大使，并要求道歉，其无理取闹和倒打一耙的程度可见一斑。当然，面对韩国此番无理挑衅，中国必然有充足的反制手段可供应对。中韩贸易往来非常密切，韩国的旅游经济、进出口贸易有相当大的比重都是靠中国维系的。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在任期间的努力和中国
增强外交关系，为的也就是能在经济领域给韩国带来更大发展。一旦中国在经济层面加以反制，后果必然是韩国难以承受。不论是韩国的旅游经济还是进出口贸易都会受到重创。这对于疫情席卷和全球经济下行环境下本就低迷的韩国经济而言呢，更是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中俄朝三国不但都有强大军事能力，还有各自的反制手段以应对韩国挑衅，而韩国偏偏要紧跟美国脚步，对中俄朝三国同时挑衅。可以说啊，上届文在寅政府留下的一手好牌好局面，现如今被尹锡悦政府砸了个一干二净。当然，做什么事情就得承受什么样的后果，最终的苦果也必然是由本届韩国政府自己承担。